Hello，大家好，我是宝博士。哇，今天紧张啊！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百年企业的网站上面，这个叫做佳士得，好不好？就是全世界前几大的这个艺术品拍卖平台啊或者公司，一个是佳士得，一个是苏富比。那佳士得这一次呢，做了这个200年来第一次尝试啊，还是175年，我有点忘了啊。总而言之呢，他们收录了一位叫 Beeple 的作者那的作品来进行一个拍卖。那这个作者呢，最知名的就是他是一个 3D 艺术家，从13年前呢，决定每一天来做一幅 3D 艺术作品，持续不懈，直到他的作品可以纳入这个当代艺术馆就是 MoMA 为止。但他还没进 MoMA 呢，就已经被拿来做拍卖了啦。然后在区块链上面呢，也拍卖出最高单张作品呢7万美金吧，7万美金的高价。然后呢，在一天之内呢，所有的作品拍卖出去的结果，一共达到了350万美金。非常屌啊，非常屌！然后呢，这一次的拍卖的作品就是他的5000天，因为从13年前到现在，每天一幅每天一幅，已经超过5000天了。然后这是一幅数位的作品这个21069 pixel 乘以21069 pixel， 一共大家自己算。总之呢，档案挺大的，这是一个数位的艺术作品，在佳士得拍卖。然后，所有的人呢都可以注册佳士得的网站，然后来进行参与拍卖。这一次呢，我觉得佳士得这么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把这个区块链界目前最知名的艺术家纳入进来，某种程度也可以帮他吸引一些我们现在讲的 NFT 艺术品的收家。我们来看一下，我能不能找到7万吧？OK here。好，在这里其实就可以看到，这是他卖出是77万美金的作品，就是那还有一系列的作品，目前呢都。当时 Open Edition 呢，就是5分钟之内开放限量购买，969块美金的，现在都涨到10万美金之谱，非常非常扯哦。那他的作品呢，这一次还附了一个实体的这个萤幕，是一间美国的公司提供的那也是非常有意思。那这一次呢，非常酷啦，就是大家都在等着看。到底佳士得的这一幅作品拍卖会卖到多少钱？我自己估计应该会是一个天价，因为前几天呢，在这个 Twitter 上面已经有了，就是他在 Nifty Gateway 这个平台上面，所拍出的第一个作品作品一号已经在二手市场上面被转售出去600万美金，600。这就是 Nifty Gateway 是由这个双胞胎兄弟所创办的他的第一次的 drop 的1号作品，这个川普倒在地上的图案已经不知道在哪了。总而言之，大家自己回去研究一下，好不好？那这个1块钱美金的这一幅呢，已经卖出8万美金。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一次的拍卖非常令人引颈期盼，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是起标价100美金，所以呢，宝博士也注册了佳士得在我40年的人生之中，第一次申请了佳士得拍卖所艺术品收藏官方收藏认证收藏家的账号，要来购买的动作。这次还有一个突破，就是佳士得从设立以来第一次要来接收国家法定货币以外的支付方式，叫做以太币。这件事情非常关键啦，就是说我们常常呢在讨论这个作品会卖出多少钱的时候，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它收不收虚拟货币。如果它不收虚拟货币的话，我们评估会来买这幅作品的80%的几率还是所谓的收藏家，区块链艺术的收藏家。
那他们很可能穷的只剩下币啦，就是说他今天要一下移动几千万美金，这里面要牵涉到问题比较多，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洗钱啊、反洗钱啊之类的问题啊，所以觉得如果只收法币的话，可能会为他带来一些限制啊，这个非常酷啦，这个果然是有钱的艺术品拍卖网站啊，这个整体的体验是挺不错的啊。那本来我是注册完了以后呢，等了好久没有办法认证啊。那非常幸运的，在我的这个宝博 NFT 的 Telegram 群组里面呢，有神人啊，佳士得台北办公室的朋友竟然出手相救啊，就让我的这个账号认证通过了。那所以呢，我刚刚在 Twitter 上面引发了一个风暴啊，就是说，蛮知名的一个 Twitter 的推主啊，叫 Loopify 吧 ，OK， 4分钟，哎呀，紧张，连网络都变慢的感觉啊！啊，你看，我引发了一个这个疯狂啊，这个 Loopify 啊，他说如果我拿到，我就说我认证了嘛，他说如果我是第一个标的人呢，他要送我一个 NFT，好啦，那大家就看戏啦，拉板凳看戏。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准备一下，因为我其实也没用过啊，所以这个手速是怎么弄呢？然后他有说啦，起标价 Nextbit 的呢是100，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按下去以后会是怎么样的哦。所以，好，开个灯 ，OK， 这样亮一点吗？有 OK， 好啦，那就紧张咯，1分55秒。哎呀，这东西相当酷啊！我们来 review 一下，非常有风格啊，非常有风格，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紧张啊！到时候是要怎么样重新整理吗？还是这样呢？现在是台湾时间的2月25号，礼拜四晚上10点58分，也就是在差不多1分钟之后。我们这个页面就要来进行历史上的一个艺术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转捩点。如果金额非常低的话，那 NFT 的市场价格可能就会面临一个波动啊。那如果开出来是吓死人的高的话，哇，那 NFT 市场肯定爆炸了。这个一翻两瞪眼啊！之前那个 Neon Cat 啊，就是一个 GIF 一只猫彩虹猫的 GIF 动画，拍出了300颗以太币啊，差不多60几万美金。我估计这个应该有100万到1000万美金等级，但有可能会是用虚拟货币结账。哎呀，输了！哎呀！没有办法缔造历史啦，搞什么？靠腰，为什么我刚按下去会变成那样？哎呀，已经跳到1万美元了，我操！但这个速度还是不够快，我手速太慢了。为什么我刚刚会跳到那个 edit？ 哎，太瞎！我明明就看到 place bid， 所以可能是不要重整啊，对不对？还是有可能它文字已经换了。但是按钮的 function 没有换，太瞎了！哎呀，不止没办法缔造历史啊，我还这个还少了一个 NFT 啊 ！I fail，OK， I fail 啊 ，so sad 啊！赶快来回复 ，I fail， 一个哭脸好了。好啦 ，OK， 就这样啦。他好像说他会直播数字啊，所以应该就是，看这超好笑。还有人做 NFT 是他的这个纪念虚拟玩具啊，哎呀，太瞎了啊！我没有办法缔造历史啦，替台湾人争一口气啊！可恶！好了，没关系。希望它，可是我觉得以这个速度是真的增长的有点慢，
因为25万美金真的是太低了，但是因为它还有14天，所以也许它就是语无伦次了，语无伦次了啊！32万美金了，我觉得如果破100万美金就安了，就安了啊！那它就会在接下来的14天之内慢慢的迈向很可怕的数字。然后刚好呢，今天又面临到这个比特币的有一点小反弹吧，小反弹来看，好啦，小反弹啊，对吧？啊，50981啊，所以有可能是会受到一点激励的啊。那宝博士最近很关注的一个叫 NFTX 啊，就是它是一个区块链艺术品的，有点像指数吧。就是说，这个市场如果往上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会往上的。看起来完全没受影响啊，完全没受影响。但是有一个叫 B20 的，他收集了20张 Beeple 的作品，之后要进行一个拍卖啊。那看起来就受到一点激励啊，14天内涨了19倍啊，19倍。好啦，那就这样啦。宝博士缔造历史失败啦，我们就一路播到这个100万美金吧啊，100万美金，55，它这个系统是怎么运作的，我就不懂啊。就是说，我要输入一个数字啊，比如说6，那我如果输入60万呢 ，set max， 哦，所以你也不能一下冲到，那我这样按了会怎样？哈？所以我缔造历史啦，我刚刚缔造了一个历史，65万美金 ，Come on， 我没有65万美金啊，但是我在65万美金的时候参与了这个历史 ，OK？Oh my goodness， 哇 ，OK， 好，那怎么样？那如果后面的人放弃了，我就要付65万美金吗？OK， 现在已经是85了，这是很疯狂什么？我又付了85万美金 ？What？ 我紧张了，他不动了。What？ 大家救救我啊！他不动了，紧张。那我可以 update 吗？哦。很可怕喂 ，Christy， Oh my gosh， 心脏停掉了，历史该不会停在我这啊？我操，吓死人了！这个按钮也太恐怖了，这有一个爽快感，你知道吗？就是大家看那个电影有没有？你就举牌嘛，因为你举牌，他也不会说，存折看一下，没有。他就这样往上跳了，那如果要跟我来扣钱的话怎么办呢？这个恐怖好啦，我们就播到破100万吧，吓坏我了，眼睛都要看不清楚了。我该不会是收到佳士得的信说我拍到了吧？很害怕非常害怕。看一下是不是有信。真的有！Oh my fucking goodness！ 好，我决定要用这个图呢来请领我的奖赏。这个也够大胆了啊 ！OK 啊，缔造历史啦，撒花撒花 ！OK， 100万美金，100万美金太少了，太少了。以他这个作品如果到最后是100万美金等级的话 ，NFT 市场肯定是崩盘。好，我要来领我的奖品。我要说 I did my best。好，就是这个啦。什么个人隐私 ？Did my best though。笑哭猫好了。Can I steal my reward？ 就这个了。好啦 ，Go。搞笑啊！对啊，这个 B20 是真的是挺酷，就是
他收集了20张 Beeple 的作品，然后之后呢会进行一次大拍卖然后拍卖所得呢会分给所有持有这个 B20 token 的人。初始发行价是$0.36啊，现在已经变成11.5块啊。那而且它还不只是 Beeple 的作品，它还附了一些虚拟世界的土地啊，还有一张数位音乐啊。然后买家能不能买到，还要看 B20 token 啊这个币的持有者进行投票。如果有can veto the bid with 25 consensus 啊，就如果有 25% 的人都说不要卖给这个人啊，比如说他是金小胖啊或者什么的，那大家就可以 reject。而且最小的 bid 是1000万美金。那这个 token 是发行了刚好是多少？刚好1000万颗，1000万颗，所以等于一颗的基准价格应该是1块美金啦。那如果它是成交价到10倍，也就是1亿美金，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数字，我个人觉得就是搞笑，所以我等一下有可能来卖一下。It's too crazy。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Beeple 现在多少钱了？哎呀，停在100万美金了，幸好，我那85万相当危险啊，太可怕了。OK， 好，那我们今天的惊魂这个拍卖啊，惊魂拍卖呢就到这里。那对于佳士得拍卖中心由衷的感激啊，这个让我参与这一次的历史性缔造的一刻。85万美金，我个人是没有啊，但如果我标到的话呢，我相信广大的网友呢会替我想办法，所以我也没有在乱按，好不好 ？OK， 第一次是有一点了啊，就是说有点搞不清楚状况啊。但是这张作品呢，每一张呢在市面上都已经卖到10万美金左右，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原谅啊，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不成熟跟不当的操作。希望大家可以体谅对于这个作品，还有虚拟世界的艺术家，他是如何的疯狂的进行成长。那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再录制节目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现在的节目已经20分钟啦。那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在底下，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随时会有恐怖的实验，还有区块链世界的趣闻来跟大家分享。拜拜。